李嘉诚抛出重磅新闻，决定一口气将43个港口卖给美国贝莱德财团，套现228亿美元。这一起全球航运史上规模最大的港口并购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现在，官方媒体发3篇文章进行回应，言辞非常激烈，这又到底是为什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被收购的巴拿马运河的2个港口，任何一艘船要进入巴拿马运河都绕不过这2个港口。你看，这就引发了政府的强烈反应。3月13号，《大公报》刊发文章，莫天真误糊涂，说这是没有腰骨的跪低，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漠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文章得到了港澳工作办公室网站的转载，显然是代表了官方的立场。3月13号，《大公报》又发表了“伟大的企业都是真正爱国者”的评论文章，强调真正伟大的企业家绝不只是知道逐名的冷血之辈，而应该是充满热忱、有骨气的爱国者。到了3月21号，香港的《大公报》又发布题为“停止交割，切勿因小失大”的评论文章，说损害国家利益的所谓合法交易，国家和特区都有法律机制应对，奉劝有关企业和人士停止交割，切勿打错算盘，因小失大。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卖，我也能用法律去限制。很多人就问了，李嘉诚这个看似普通的并购交易，为什么会引起政府官方这么大的反应呢？李嘉诚又是怎么一步一步陷入到这个大国博弈的泥潭里的？我这就跟你聊一聊李嘉诚的故事。我是洪嘉文，视频你一定要看到最后，你会发现李嘉诚这一生是多么的跌宕起伏。李嘉诚1928年7月29号出生在广东省的潮安县，也就是现在广东潮州的潮安区。他的家庭原本也是书香门第，曾祖父李万鹏是清朝的八贡之一，是清朝的文官；爷爷李小凡则是清末的秀才。李嘉诚的父亲李云金15岁考入金山中学，1917年就以全校第1的成绩毕业。因为家境贫寒，没钱上大学，只能回到乡下教书，很快就跻身了名师行列，后被聘为小学的校长。后来李云金组建了家庭，李嘉诚的母亲名叫庄碧琴，先后生下1女2子，长子李嘉诚，次子李嘉绍和女儿李素娟。1939年，李嘉诚才11岁，小学都还没读完。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日本人的战火蔓延到了广东潮汕地区，他的家乡频繁遭到轰炸。为了躲避战乱，一家人只能徒步逃到香港，投靠了李嘉诚的舅舅庄敬安。这庄敬安可不简单，当时他在香港就已经是很有名的钟表大亨，创办了中南钟表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可谁又想到，尽管是亲戚，庄敬安一开始却非常瞧不起李嘉诚一家。这也应了那句老话，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12岁的李嘉诚刚到香港的时候，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无限的幻想，但是现实却给了他重重的一击。他深刻地体会到人情的冷暖，心里很难受，感觉自己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到了1941年，日本人又占领了香港，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李嘉诚的母亲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几个孩子回到潮州的老家。而李嘉诚呢，和父亲选择留在了香港继续打拼。那是一段充满磨难的日子。祸不单行，1943年，李嘉诚的父亲因为劳累过度染上了肺病，最终因病去世。李嘉诚向父亲承诺，日后一定会令家人有好日子过。而父亲的离世，让年仅15岁的李嘉诚独自留在香港，开始了自己的闯荡之路。李嘉诚的父亲李云金临终之前给儿子留下遗言：求人不如求己，做人要有骨气，失意不要灰心，得意切莫忘形。这几句话深深地影响了李嘉诚往后的人生道路。这时候，舅舅庄敬安提出资助李嘉诚完成中学的学业，但是李嘉诚心里清楚，生活的重担不能全靠别人，他毅然决定辍学，进入了舅舅的钟表公司当学徒。小小的学徒岗位，李嘉诚却格外上心。除了脑子快，还有潮汕人典型的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短短半年时间，摸清门道的他被调到钟表店当了售货员。李嘉诚才15岁，但他却没有满足于现状，于是离开了舅舅的公司，去五金厂、塑胶袋公司继续做推销员。17岁那年，他成了玩具的推销员，因为业绩出色，18岁就被提拔为业务经理，统管产品销售。2年之后，20岁就当上了总经理。李嘉诚的商业天分这时候已经完全展露了出来。
而1950年的夏天，22岁的李嘉诚决定自己创业，创立了长江塑胶厂，创业资金呢是5万港元。在当时，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要知道，那时候香港的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300港元，这5万港元一部分是李嘉诚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有一大部分是他向亲友借来的，其中舅舅庄敬安出了很大一部分。李嘉诚后来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感慨说，最初那10年，我每周工作7天，每天至少工作16个小时，晚上还得自学，早上得靠2个闹钟才能叫醒自己。那时候每天起床可真是一件痛苦的事。到了1957年底，长江塑胶厂集资招股，正式更名为长江实业有限公司。1958年，长江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1000万港元，纯利润超过100万港元。李嘉诚也因此获得了香港塑料花大王的称号，成功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与此同时，李嘉诚的表妹庄月明走的是和他截然不同的道路。庄月明以优异的成绩从英华女校毕业之后，先是进入了香港大学深造，后来又留学日本明治大学。但是即便身处不同的环境，庄月明心里始终牵挂着在香港努力打拼的小表哥。他们两小无猜的感情不仅没有随时间而变淡，反而越发深厚。李嘉诚和庄月明日久生情，走到了一起。舅舅庄敬安一开始非常不乐意女儿庄月明的这桩婚事，觉得李嘉诚一穷二白，自己的宝贝女儿怎么也得嫁个门当户对的生意世家吧。但耐不住他俩感情深，李嘉诚为了等庄月明，从22岁一直等到35岁，一头扎进事业，等了整整15年，直到他成为了和舅舅实力相当的富商，这桩婚事才算达成。他们是表兄妹结婚。虽然说现在我们知道近亲不能结婚，但是这个情况在当时很常见。庄敬安虽然说一开始对李嘉诚不太友好，但最终那5万的启动资金还是帮了李嘉诚的大忙。不管是出于扶持未来女婿的目的，还是其他原因，他都算是李嘉诚的大贵人。这一笔资金对李嘉诚的创业太关键了。所以世界上有能力的人很多，但合适的机遇少有。而在机遇出现的时候，有人能扶你一把，这种情况更少有。1958年，塑料花大王李嘉诚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垄断性的龙头。李嘉诚没有满足于这点成绩，当时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刚刚兴起，他找准时机，迅速成立了长江地产，从此他的财富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72年，长江地产成功上市，股票备受追捧，超额认购达到65倍。公司旗下储备的土地也跟着大幅升值，足足涨了20倍。1963年，35岁的李嘉诚和庄月明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第2年，他们的长子李泽钜出生。因为目前整个世界上赎金最贵的绑架案就发生在李嘉诚的儿子李泽钜身上，我们就来讲讲李泽钜的故事。1996年，被称作世纪贼王的张子强盯上了李嘉诚的大 S 李泽钜。张子强这一伙团伙作案非常嚣张大胆。1996年5月23号的傍晚，李泽钜下班开车回家，途经香港中环华人行大厦附近一条人烟稀少的单行道的时候，张子强早就已经在这里设下埋伏。张子强的手下开着车前后把李泽钜的车夹住。紧接着，面包车上下来一群端着 AK-47冲锋枪的劫匪，有人拿着铁锤把李泽钜座驾的挡风玻璃给砸碎了，拿枪指着他，把他和司机从车里拽出来，捆得严严实实，扔到面包车的后备箱，然后迅速离开现场。之后，李泽钜被带到香港粉岭的一处废弃的养鸡场中，在那里，他被扒得只剩一条内裤，用铁链锁了起来。人身安全受到非常大的威胁。张子强控制住李泽钜之后，就开始和李嘉诚谈判。他胆子大到什么程度呢？浑身绑满炸药，单枪匹马就跑到李嘉诚的住处去，见到李嘉诚，张口就要20亿的港元做赎金。而李嘉诚呢，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即使儿子被绑架，也依然表现得非常冷静。这点让张子强也很吃惊。他说：“20亿的现金，我一时间实在抽不出来。短时间内最多能拿出10亿。”张子强也很狡猾，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终李嘉诚答应支付10.38亿港元，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据说当时装钱的袋子就装了几十袋，创造了世界犯罪史上的赎金的最高纪录。交易的过程中，李嘉诚和张子强说为什么他这么冷静。
他说：“这次是我疏忽了，我在香港这么有名，却没有做好安保的防备，确实该好好的检讨。”钱给了他之后，李嘉诚还苦口婆心地劝张子强：“你拿了这笔巨款，下辈子就衣食无忧了。听我一句劝，赶紧远走高飞，重新做人吧。要是再继续犯错，就没有人能救你了。”但是张子强根本不听劝，拿了钱之后还继续干他的老本行。1997年，他又把目标对准了香港财富仅次于李嘉诚的新鸿基地产主席郭炳湘，再次成功勒索了6亿港元的赎金。他这种肆无忌惮的嚣张做法，严重扰乱了香港社会的秩序，引起了各界的公愤，也彻底激怒了政府。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1998年，张子强在广东江门避风头的时候，被大陆公安成功抓获。最终，他没有被送回香港受审，而是在大陆接受法律的制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后，判处张子强死刑。1988年12月，张子强被依法执行枪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而李嘉诚当初对他所做的预言，最终成真。这一起案件也给社会敲响了警钟。再猖獗的犯罪分子，最终也逃不过法律的制裁，也让李嘉诚家族从此以后加强了安保的措施。那么后来，李嘉诚为什么会引起巴拿马运河相关港口的中美之争呢？我是洪嘉文，记得动动手指点一个订阅。我们就从李嘉诚不断扩张的商业版图说起。他通过资本运作，一头扎进了酒店、水泥、地产等行业。就拿1977年来说，他跟英资地产公司置业集团竞争中环地铁站和金钟地铁站上盖的物业项目，最后成功胜出。第2年，他在中环地铁站旁边建的环球大厦，8个小时就全部售罄。金钟站上面总价值9.8亿港元的海富中心，一开盘就被抢购一空。1979年，李嘉诚干了一件大事，他花了6.2亿从汇丰银行手里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22.4%的股权，成为了香港华人入驻外资大集团的第一人。长江系、黄埔系这2大财团就此成了他日后商业帝国的根基。1981年，远东经济评论把李嘉诚登上封面，还送他一个李超人的称号，这个称号一直被人称呼至今。80年代，李嘉诚冲出香港，开启了一系列的国际收购。1986年，中东石油危机爆发，全球的油价暴跌，花了32亿港元买下了加拿大能源企业赫兹基石油1半以上的权益，正式进军了能源领域。后来，他又陆续发现了英国在电力、铁路、水务等基础投资方面有高达2000亿英镑的缺口，于是果断涉足英国的电力、燃气、水务、电信等行业。在电信方面，2015年，他花了103亿英镑，从西班牙电信公司手里收购英国4大电信运营商排名第2的英国手机运营商和旗下公司的和记黄埔已有的英国移动网络运营商 Three 合并之后，直接成了英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占了英国电信市场40%以上的份额。而李嘉诚涉足的产业越来越多，其中就有这一次争议的焦点项目——巴拿马运河相关港口运河的运营权。那么李嘉诚为什么要买，又为什么要卖这个巴拿马运河的运营权呢？这就要从李嘉诚那神一般的商业嗅觉说起。李嘉诚能成为商业传奇，个人天赋、后天努力，还有香港崛起的大环境都起到了作用。但他能成功的关键，还得说是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对时局的判断力。1965年2月，香港遭遇了严重的银行信用危机，民众慌了神，资者和市民大量抛售房产，都想逃离香港。这一下，香港地产的价格就暴跌，大批地产公司倒闭，祸不单行。大陆的文革爆发，香港近在咫尺，经济受到了冲击，房地产市场更是雪上加霜。房产的价格低到像白菜价，但就在这个时候，李嘉诚却看到了机会。别人恐惧，他贪婪，反其道而行之，开始低价大量收购地皮和旧楼。仅仅1年之后，大陆和香港的暴动平息，社会恢复了正常，经济复苏，楼市的价格瞬间暴涨。李嘉诚的这一波操作，身家直接翻了好几倍，成了地产业的大腕。这种抄底的操作，李嘉诚可不只干过一次。1989年，中国被西方集体抵制，大批西方的外资企业撤离中国，而李嘉诚却嗅到了商机，高调进军大陆市场，成了香港在大陆最大的投资者。
除了房地产，他还在大陆布局通信、基建、能源、零售等领域。这些项目让他在大陆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赚得盆满钵满。到了2013年，据统计，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集团的净资产从96年的709亿增长到了4060亿港元，翻了4.72倍。2013年，福布斯公布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上，李嘉诚净资产达310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8，风光无限。这也是李嘉诚这一生到达全球富豪榜上的最高排名。但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嘉诚又展现出他那超人般的商业嗅觉，悄悄地在大陆开始撤资。从2013年8月开始，李嘉诚就陆续把香港、南京、北京、成都、上海等地产的物业都卖了。他撤资可不是一次性搞定的，而是一点一点来，直到2022年才把资产清理得干干净净。前前后后撤资超过1000亿人民币。李嘉诚这一波撤资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在2015年的9月，新华社官方智库就发表了一篇“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直接批评李嘉诚看空中国，在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的敏感时期，不停地抛售大陆的资产，这种行为不符合道义。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说，大陆少了1-2个商人、1-2个企业没什么，但是这些商人、企业失去的可是和中国一起发展的大好时代。可事实证明，李嘉诚这一次又做对了。那些当时嘲笑他的地产大佬，像恒大、富力、碧桂园、万科，现在看看处境都不太妙。就拿恒大来说，巅峰时期的销售额超过7000亿，2021年暴雷之后，负债高达2.4万亿，公司陷入了困境。李嘉诚的这一波操作见好就收，得水收水。他一直秉持着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理念，虽说他可能没有在最高点套现，但是撤资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而李嘉诚在2013年做出撤资的决定，从后续的发展来看，他对时机的把握堪称精准。但在当时，这一决策实在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了。要知道，1989年那么复杂的局势，他都没有撤离，反而在形势一片大好，自己的事业如日中天，他在富豪榜的位置排名屡创新高的时候，选择了撤资，怎么能不让人费解呢？而我们有句话叫做“春江水暖鸭先知”，能做出这样的决策，需要有超人的商业嗅觉，恰好李嘉诚就有。而这个嗅觉是从哪里来的呢？这背后靠的是他几十年苦心经营积累下的政商人脉，特别是在中国做生意，人脉和信息渠道太关键了。他获取资讯的渠道肯定比一般人快而且准。作为港商的杰出代表，李嘉诚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等几代国家领导人都有过密切的交往。邓小平在世的时候，分别在1986年和1990年单独接待了李嘉诚。1990年的会面中，针对李嘉诚询问的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的连续性的问题，邓小平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50年之后更没有改变的必要。李嘉诚先生问起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的连续性，邓小平说：“不会变的，从可能变啊，这个好。这个不是说短期不变，是长期不变。这个道理我过去讲了多少次？对，就说50年不变了，50年之后更没变的道理。对。”这一论断展现了当时政府的决心，让李嘉诚在1989年之后有底气逆流而上，加大了对内地的投资。而李嘉诚从内地撤离的资产，只是他全球投资布局遍地开花的资产的一部分。这就要说到这次中美争议的重头戏——巴拿马运河相关港口的运营权的问题了。1997年，李嘉诚旗下公司是通过竞标，用租赁的方式获得了巴拿马运河相关港口25年的运营权。早在1997年第一次竞标的时候，差点就因为美国的反对而黄了。当时美国政府以战略安全为理由，对这桩交易进行了专门的评估，最终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和记集团在整个港口的运营过程中一直都合法合规。97年，和记黄埔公司获得的运营权是属于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这个运营权限主要是对这两个港口进行经营和管理，包括港口的日常运营、货物装卸、码头设施的维护等等相关的业务，以获取商业收益。
但巴拿马运河本身由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控制和运营，合记港口只是作为港口的承租方，在相应的运营权限内开展业务。2021年，合记港口再次获得这2个港口25年的运营权。2025年的3月，长江合记实业同意将合记港口所持的巴拿马运河港口的运营权益出售给美国的贝莱德集团。虽说长和对外宣称这一笔交易只是商业行为，和政治没什么关系，但还是在网上引发了一大堆的批评和争议。2025年1月，特朗普还没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就公开提出对中国运营巴拿马运河的关注，并表达对美国失去运河控制权以及高昂航运成本的不满，认为美军在巴拿马运河通道畅通获得主动权至关重要，甚至还放话不排除用武力或者经济手段收回巴拿马运河。与此同时，巴拿马政府开始对当地的合记港口集团的子公司进行审计，还审查了2021年巴拿马运河港口运营的特许合同。因为这份合同缺乏透明度，给巴拿马经济带来的利益也很有限，一直被人批评。到了2月，美国新任的国务卿马高卢比奥访问巴拿马，他说中国对运河的影响不可接受，还说中国违反了巴拿马运河的中立条约，要求巴拿马马上做出改变，不然美国就采取行动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月，巴拿马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取消合记港口集团在巴拿马运河港口的运营合同。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不断施压，长江合记在3月4号宣布，将打包出售23个国家和43个港口给贝莱德牵头的财团，其中就包括了所持有的巴拿马运河的港口权益，但同时保留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港口权。这一笔交易金额高达228亿美元。这次出面为美国政府当白手套的贝莱德财团又是什么来头呢？我是洪嘉文，记得动动手指点一个订阅，我们接着聊。贝莱德集团是一个1988年成立、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超过11万亿美元，常年保持着全球投资管理机构的首位，像谷歌亚马逊、苹果这些全球科技巨头，还有中国的比亚迪、宁德时代、百度等等行业巨头，背后都有贝莱德的资本的身影。他的 CEO 劳伦斯·芬克一直想跟特朗普政府套近乎。特朗普上台之前，他就积极运作。特朗普喊着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后，主动提议由贝莱德财团充当美国的白手套，出面收购相关港口资产。这个做法正中特朗普的下怀。这一次收购背后的政治意图就很明显了。对美国而言，通过掌控巴拿马运河的两端港口，能够进一步把控全球贸易的咽喉，强化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力。但是对中国来说，这就很难受了。中国商船的大量货运量要经过巴拿马运河，美国控制相关港口之后，极有可能在航运上对中国企业设立障碍，增加物流成本，威胁供应链安全，尤其是阻碍“一带一路”的相关贸易往来。所以这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应。大公报非常罕见的3次发文，言辞激烈，直指这次交易。3月13号，大公报发表了评论文章，莫天真，勿糊涂，批评合记港口出售巴拿马运河相关资产的行为，说这是没有腰骨的跪低，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漠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中共中央的港澳工作办公室网站还转载了这篇文章，显然这就是官方的表态。3月15号，大公报又发表了伟大的企业都是真正爱国者的评论文章，强调了真正伟大的企业家绝不是只知道逐利的冷血之辈，而应该是充满热忱、有骨气的爱国者。到了3月21号，大公报又再发布题为“停止交割，切勿因小失大”的评论文章。文章说，损害国家利益的所谓合法交易，国家和特区都有法律机制应对，奉劝有关企业和人士停止交割，切勿打错算盘，因小失大。这个文章已经开始直接喊话停止交割，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想卖，我也有法可依，可以用法律去限制。3月17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 Facebook 专页上间接回应了这件事，说有些香港商人误信商人无祖国，以为一切在商言商。3月18号，香港特殊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称，特区政府要求外国政府为香港企业提供公平环境，反对使用胁迫、施压的手段。
还指出任何交易都得符合法律法规，港府会依规处理。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明，中方坚决反对利用经济胁迫、霸道、霸凌、侵犯、损害他国正当权益的行为。而怎么看这笔交易呢？李嘉诚从1997年拿到巴拿马2个港口的运营权之后，整整28年，他就一直没有卖的打算。正常的情况下，这种有稳定收入又没什么风险的资产，他是不会卖的。而这次李嘉诚选择出售港口，只能说是无奈之举。大家都知道，李嘉诚有中资背景，这一点美国一直都很在意。而李嘉诚也清楚自己根本没有足够的筹码和美国正面硬刚，搞不好还会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巴拿马运河对美国的意义重大。要知道，美国40%的集装箱运输都要通过这条运河，是美国对外贸易和军事运输的重要通道。特朗普上台以后，秉持着他那套美国优先的理念，到处挥舞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他上台之后就说要拿回巴拿马运河，还曾表示必要时不惜动用军事力量。他一贯依赖了治国政策，说白了就是加关税、设贸易壁垒、控制重要海外港口的设施。这也是他一直强调的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李嘉诚手里的巴拿马港口就成了烫手山芋。从数据来看，2024年上半年李嘉诚控制的巴拿马港口，在长和集团总利润中占比还不到1%，收入占集团总收入的3.9%，对整个集团的利润和收入的贡献其实并不大。卖掉之后还能带来超过190亿美元的现金收入。但如果坚持不卖，一旦美国采取行动，比如通过政治手段打压，或者在港口运营上设置重重的障碍，那李嘉诚很可能就落个血本无归的下场，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所以思来想去，李嘉诚最终还是决定把自己所持有的港口权益出售给美国的财团。虽然说很无奈，但也算是及时止损了。而过去这10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砸下了大量的真金白银，取得的进展也是看得到的。这几年的欧美贸易战频发，贸易的环境很乱，但中国的对外贸易呢，不但没有被打趴下，甚至还一定程度的逆势增长了，靠的就是辛辛苦苦搭建起来的这条完整的海外贸易链条。但是现在，李嘉诚出售的43个港口，其中有12个是位于“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涉及了8000亿美元的贸易。如果被美国控制，尤其是像特朗普这种商人背景的朝令夕改、疯子型的掌权者，这对“一带一路”的建设有着直接的影响，就像被人掐住了咽喉。往小了说，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成本上涨，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要是美国在运输环节上搞鬼，比如说提高港口的收费、限制船只的停靠，对外贸的打击可就大了。往大了讲，甚至会拖累中国崛起的速度。而对这整个交易我怎么看呢？最终的结论我没办法给出。一方面是生意人的在商言商，一切合法合规，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大国博弈的风险；而另一方面是打道德牌的爱国、国家利益、商人不应无祖国的舆论反应。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局面。虽说这次交易大概率不会终止，或者是有剧情反转，我们作为群众只能继续默默吃瓜了。而李嘉诚本人早年在他发明公摊面积制度，还有囤地不建的炒地模式，都受到了不少争议，说他这个商业模式虽然是创新发明，却是基于利益，加剧了民众的生活负担。新加坡的李光耀曾说，李嘉诚通过控制土地、港口、电力等垄断性资产获得超额利润，却从未创造出一个享誉世界的品牌，对国家的贡献有限，将他定义为顺势而行的投资者。然而，李嘉诚在慈善方面的总捐赠金额已经超过了250亿港元，其中他在家乡建立了汕头大学，从1981年捐款建校到现在，他已经捐出了超过100亿的港元。而随着李兆基的离世，香港4大家族的4位创始人在世的只剩下李嘉诚一人了。看了李嘉诚的一生，他对生意场上对时机的判断，对风险的控制，对商机的嗅觉，再到他对危机的处理，其实已经形成了他一贯的作风了。97岁的他估计很难被改变了，可能这也是他能够穿越周期、屹立不倒，并且一直增长的原因吧。在香港，李嘉诚成了一个香港商业精神的象征。
在国际上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华人企业家对外的生意态度。他的很多做法都值得借鉴，比如不赚最后一个铜板，控制风险，保持增长。我认为人也是这样，你花越多时间搞钱，钱就更多的集中在你身上。只要合法合规，这无可厚非。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我是洪嘉文。喜欢视频，请动动手指点一个订阅，点赞、订阅、转发，你的支持是我能创作更多更好视频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